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我带着大家学习七孔葫芦丝简易入门，简单的认识一下每个孔的发音。首先，我们来介绍一下七孔葫芦丝。什么是七孔葫芦丝呢？葫芦丝呢，它是云南少数民族乐器，形状和构造别具一格，由一个完整的天然葫芦和三根主管和3枚金属簧片做成。然后葫芦丝呢，我们把它打开之后，簧片是在里面的。你看这个是葫芦丝，如果你把它拆开哈，它上面是有簧片的。平时我们吹出来的声音呢，就是靠这个簧片发生的。我们业余爱好者尽量不要去拆，因为你一旦拆开了很难装好，怕那个音就不准了，尽量不要去拆。要是有问题了，就寄给商家，让商家去修。传统七孔葫芦丝呢，广泛被大众喜爱，适合零基础业余爱好者学习。现在我们普通说的那种，你就是听说的那种葫芦丝，它就是七孔的。这种是七孔的，就是前面有6个孔，背面1个孔，加起来一共七个孔。现在呢，还有超七孔葫芦丝，9孔和8孔。但是呢，传统七孔葫芦丝呢，更适合零基础业余爱好者学习。如果你已经学了1年或者2年的基础，想提升自己的演奏水平的话，你可以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看9孔和8孔的简易入门，已经录制好了，在咱们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到啊。咱们微信公众号的名称叫做零基础学葫芦丝。就是我建议没有任何基础的朋友，你先学7孔，把7孔吹好了就已经非常好了。9孔和8孔呢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。今天我们主要学习7孔的入门啊。我们来看7孔葫芦丝呢，它的最低音可以吹到低音咪，最高音呢是吹到中音拉。在7孔葫芦丝上，一共可以吹出这些音符。这些简谱大家要知道，这是什么？3、4、5、6、7，1、2、3、4、5、6是什么意思呢？它简谱就唱作咪发嗦拉西哆瑞咪发嗦拉。你要知道它的唱名是什么，就是单独点出一个数字，这是什么？你要知道这是西，这个呢这是咪，这个是拉。你不能说它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要说它是哆来咪发嗦拉。这一点大家需要知道一下啊，知道这个呢，以后学的时候就好学了。我们先来学习7孔葫芦丝上的，我们从低音往高音开始学哈。先学低音咪和低音嗦。我把低音咪和低音嗦呢，用蓝色的线连起来。为什么连在一起呢？因为这2个音它的指法是一样的，只是它所用的力量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把葫芦丝拿在手上，正确的指法呢，就是把左手在上面，左手大拇指扶在这个葫芦丝背面这个孔这里，左手的食指按在这里，左手中指、无名指。这个时候呢，用上右手的大拇指托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没有孔的，它就起一个托扶的作用，就是托着葫芦丝。然后右手的中指放这儿，右手的这个是食指，右手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。上面左手的3个手指头按这儿，右手的3个手指头按这儿，然后左右手这2个小拇指是不用的。不用的时候，你不要放下面，就放这里，自然的就放在这个位置就行了。放下面不好看，放这儿。7孔葫芦丝指法是这样的，小指是不用的，但9孔和8孔呢，小指是需要用的。我们就先不讲了，这个放在这里啊。
然后我们把每一个孔都摁好之后，这些孔都摁好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吹嘴，口型怎么吹呢？就是把嘴唇绷紧，面带微笑，然后把吹嘴呢轻轻地放在嘴唇上，不要放里面，不要放在牙齿里面，舌头那里，也不要碰到牙齿，只是放一点点就可以，嘴唇能包住它就行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时候舌头突，快速的突，然后再缩回去，然后吹一个长音，突。每一个孔都捏好，不要漏气哦。突，这个时候吹出来的音呢是七孔葫芦丝上的低音瑟，这个叫低音瑟。然后同样的指法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轻轻的吹，像吹蜡烛一样。这个音呢，就是七孔葫芦丝上的低音咪。低音咪和低音瑟指法是一样的，就是用的力量不一样。吹低音瑟的时候，要舌头吐一下，然后很用力的吐。然后这是低音瑟，然后当我们吹低音咪的时候，就轻轻的，不要吐，就是呼。然后这样反反复复多练练。这是低音咪和低音瑟的区别。好，大家知道低音咪和低音瑟在什么位置，知道一下就行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学低音发和低音拉。在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低音发这个音呢，一般的老师是不讲的，一般的教材里面也不说的。这个低音发呢，是我自己经常吹葫芦丝自己琢磨出来的，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如果你想学就学，不想学可以把它忽略一下啊。这个低音发，我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我是怎么研究出来来教大家它在什么位置。我学的是我自己觉得是低音发和低音拉在一个位置，我把低音发和低音拉线连在一起，代表是它俩是一个位置。就是这个是低音瑟，是所有的孔都摁上。吹低音拉的时候，把右手的无名指打开，最下面这个孔打开，然后跟低音瑟的吹法一样，使劲吹，突。这个就是低音拉，七孔葫芦丝上的低音拉。舌头突。然后这时候再轻轻的吹，和吹这个低音咪是一样的，就是低音发。低音发就在这个位置。这个发音呢，一般很少用到的，平时几乎是用不上的。我会吹的曲子大概有200多首吧，200-300首，然后只有一首曲子用上了这个低音发，那首曲子叫做《伤离别》，其他曲子都用不上。那我在吹那个曲子的时候，我发现，哎，这个地方可以吹出低音发嘛，所以我才琢磨出来，原来这个地方可以吹出低音发，就是吹低音拉的时候，使劲吹是低音拉，你轻轻的吹是低音发，就跟吹低音瑟一样，使劲吹是低音瑟，轻轻的吹是低音咪。这4个音符在什么地方呢？跟大家都讲过了啊。我们现在我把这4个音符呢，合在一起吹，我们来听一听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。低音咪，低音发，低音瑟，低音拉。好，那上面我们再学这个低音西。低音西呢，再抬起一个手指头，下面2个孔打开，
低音西，也是吹法跟你一样的，就是舌头突，然后再往上，低音中音哆，下面有黑点的代表是低音，上面有黑点的代表是高音，上面和下面都没有黑点的代表是中音。我们七孔葫芦丝是没有高音的，吹不出高音的，只能吹出低音和中音。它属于中低音的乐器，轻音乐乐器，音域呢不是很高。我们来吹这个中音哆，中音哆呢，这右手的3个手指头，这3个孔全部打开，舌头突，然后再往上，中音 re， 中音 re 呢再打开1个手指头，中音 re， 然后再往上是中音咪。吹中音咪的时候，大拇指、食指只有这2个手捏着的，其他都是打开的。七孔葫芦丝的中音咪。好，那么中音发，中音发怎么吹呢？我们在低音嗦的基础上，全部按上是低音嗦。这时候呢，把左手的食指最上面这个孔打开，下面大拇指是捏着的，不要动啊。那这个音吹出来就是七孔葫芦丝的中音发。这个中音发呢，它在我们平时吹奏歌曲的时候，它有2种吹法，我自己琢磨出来的。我告诉大家哈，怎么样吹，就是有时候这样吹，用这个指法吹，接近于歌曲上的那个音；有时候呢，需要把下面这个孔也打开，它才接近歌曲上那个音符。需要哪个指法就用哪个指法，把下面这个打开，也是七孔葫芦丝上的中音发，也可以这样子，这个孔也可以摁着，也可以打开，这2个都可以吹出中音发。就是有时候吹曲子的时候，用这个音，用这个指法吹出来的音好听，有时候呢用这个指法吹出来的音好听，大家知道一下，了解一下就行了。我平时就是教那些歌曲类的教学视频的时候讲的比较详细，需要用哪个我都会告诉大家，用这个指法还是用这个指法，讲的比较详细啊。今天我们就知道一下它在什么位置就行了。然后呢，再往上，七孔葫芦丝的中音嗦，中音嗦呢，只有下面这个大拇指是摁着的，上面这6个孔全部是打开的。这个是七孔葫芦丝的中音嗦。再往后，七孔葫芦丝的最高音中音拉，就是把所有的孔全部打开，下面大拇指也打开，这就是七孔葫芦丝的中音拉。当我们全部打开的时候，有的朋友会觉得，哎，这全部打开了，这葫芦丝晃来晃去的不稳，怎么办呢？就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，然后我们左手的这个食指这里哈，你卡在葫芦丝这个地方，右手呢大拇指托在下面，右手的小指扶在这里，右手的小指和大拇指它主要是固定葫芦丝，你就算还有右手这个食指也可以卡在这里哈，你看一个手也能把它拿好拿平哈。这个时候呢，左手也扶在这里，然后每个孔都不要摁的，这时候我们就吹，葫芦丝就不会晃来晃去，就不会掉下来了。这个音呢就是中音拉。好，那我们学到这里呢，每一个孔它对应的音符呢都已经全部教给大家了。如果你还不是很了解的话，可以把咱们视频反反复复多看几次。今天主要学习的是七孔简易入门，认识每个孔怎么发音。之前还做过详细的入门，还有更多的歌曲类教学视频，大家可以到咱们公众号去搜索一下。今天这个只是
简单的认识大家每一个孔怎么发音，不教那么复杂，因为对于初学者来说，越简单越好，越复杂觉得越难。平时很多朋友会就要求我在做教学的时候多教一些技巧。我一直跟大家讲，学习乐器呢是没有捷径的，熟能生巧。你刚学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的时候，技巧，就算你知道怎么吹技巧，你也吹不出那个比较理想、好听的效果，也就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，就是有点添乱。当你达到一定的基础以后，比如说你已经学了半年、1年以上，你就会不知不觉的，你手指头稍微扭一下，稍微活动一下，它就会有一个柔音呐、滑音呐什么的，它就很好听，会有一个微妙的声音。平时多看教学视频，多听老师是怎么演奏的，多听多看，有心的朋友就能看出来技巧在哪里，也能听出来什么地方用的是柔音、滑音、突音和什么音，都能自己能感受出来。所谓的外行人、不懂的人看热闹，懂的人看门道，你多学多看就能够悟出来。平时我教大家学吹歌曲类的教学视频的时候，也会多多少少加入一些简单的技巧，因为太复杂的技巧呢，不适合咱们零基础的朋友来学习。如果你有恒心的话，能坚持学1、2年以上的话，这些技巧不用老师教，你自己就能够很随心的，这手指头特别的灵活，想怎么弄怎么弄，想怎么吹怎么吹，就很自由了。初学者的话，你只要把每个音吹得比较标准，干干净净的、整整齐齐的把那些音吹好就行了，就能吹出就是怎么说呢，很整齐的旋律就可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更多的时间呢，需要大家练习，反反复复多去练练。那祝大家工作顺利，生活愉快，每天好心情。再见啦！我有时间会给大家来分享更多的教学视频哦。